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魅力的文学作品《尘埃落定》，它的作者是阿来。阿来，这位来自藏族的作家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长地画卷。《尘埃落定》自问世以来，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，更像是一扇通往神秘场地文化的窗户，让我们得以窥视其中复杂而迷人的世界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宛如一座文学的宝藏，蕴含着深刻的人性洞察，对历史变迁的独特诠释以及对社会文化的深度剖析。对于我们读者而言，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，它能拓宽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跳出日常生活的局限，去感受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。它能让我们思考，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个人的命运究竟是如何被塑造的。权力、爱情、亲情、忠诚与背叛，这些永恒的主题在书中又是如何被演绎的？在这里，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20世纪的欧洲，一位年轻的学者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古老的手稿。这本手稿记载着一个遥远国度的传奇故事，故事中充满了神秘、权力斗争和人性挣扎。年轻的学者被深深吸引，他废寝忘食地研究这本手稿，最终将这个故事整理并公之于众。这个故事迅速风靡全球，改变了无数人对那个国度的看法，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的重新思考。尘埃落定就如同这样一本手稿，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、去解读、去感受其中蕴含的无穷力量。那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尘埃落定的奇妙世界。一权力与命运的交织。在尘埃落定中，权力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元素。故事围绕着麦奇吐司家族的兴衰展开。在这个家族中，权力斗争无处不在。吐司作为地方的统治者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这种权力并非稳固不变。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、外部势力的觊觎，都使得权力处于一种动态的、充满变数的关系之中。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，权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。在封建制度下，权力的传承往往依赖于血缘关系，但这种传承并非总是顺利的。麦奇吐司家族的权力结构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封建王朝，其中充满了政治博弈。权力的争夺者们运用各种策略，包括联姻、军事力量、智慧谋略等，来试图巩固或夺取权力。这种权力斗争的背后，是人性对控制欲、财富和地位的渴望。理解书中权力与命运的交织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洞察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规律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虽然不处于封建吐司那样的权力环境中，但权力关系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工作、家庭和社会交往中。例如，在职场中，权力的分配和争夺影响着我们的职业发展。通过学习书中人物在权力斗争中的策略和心态，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在复杂的权力环境中生存和发展。比如，书中二少爷的看似傻气却充满智慧的行为，让我们明白，在权力斗争中，不一定只有强硬和狡猾才能获胜，有时候以退为进、另辟蹊径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权力是诱人的，也是危险的。它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随时可能掉下来。书中麦奇吐司在享受权力的同时，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。大少爷为了争夺吐司之位，不惜与父亲对抗，甚至勾结外部势力。而二少爷则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权力，他利用自己的智慧，在边境建立了繁荣的贸易市场，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吐司父亲的认可。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，以及不同人物在面对权力时的不同选择和命运。爱情与亲情的纠葛。爱情和亲情在尘埃落定中是两条动人的情感线索。爱情有甜蜜，也有苦涩；亲情有温暖，也有矛盾。书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错综复杂，充满了戏剧性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强烈、最富有激情的一种形式。在书中，爱情往往与身份、地位、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。例如，二少爷与塔娜的爱情，既有原始的吸引，又有因身份差异带来的阻碍。亲情则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纽带，但在权力和利益的冲击下，亲情也会出现裂痕。麦奇吐司对儿子们的爱，既包含着期望，又夹杂着利用。这种复杂的亲情关系反映了封建家族中亲情的特殊形态。理解书中的爱情与亲情纠葛，能让我们对人类情感有更深刻的认识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爱情和亲情也是我们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观察书中人物在处理情感问题上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更好地表达爱，化解矛盾。比如，当二少爷面对塔娜的背叛时，他的痛苦和挣扎以及最终的选择，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爱情忠诚与宽容的思考。而在面对亲情的复杂关系时，我们可以从书中人物的经历中汲取经验，学会在亲情中找到平衡，既不失去自我，又能维护家庭的和谐。爱情就像一场风暴，
来的时候毫无预兆，走的时候却留下满目疮痍。二少爷与坦娜的爱情正是如此，坦娜的美丽和任性让二少爷陷入了爱情的漩涡，但他的背叛又让他心碎不已。在亲情方面，麦奇吐司对大少爷的偏爱，以及对二少爷的复杂情感，都体现在日常的相处中。当大少爷因犯错被惩罚时，麦奇吐司的愤怒和无奈，以及二少爷在旁观察时的心理活动，都深刻地展现了亲情在权力和利益面前的脆弱与坚韧。3. 文化与传统的碰撞。尘埃落定所展现的藏地文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。书中描绘了藏族的传统习俗、宗教信仰、社会规范等，这些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，藏地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藏地文化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，不断地吸收和排斥着不同的文化元素。书中所展现的文化碰撞，实际上是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。例如，藏族的宗教信仰与外来的基督教思想之间，既有冲突也有融合。这种文化碰撞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必然趋势。通过对书中文化与传统的碰撞的理解，我们可以培养文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我们面临着各种文化的冲击和融合。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和价值，有助于我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更好地与他人相处。比如，书中藏族人对宗教仪式的虔诚，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谨慎态度，都让我们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从文化碰撞中看到创新的可能性。当不同文化相互交流时，往往会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化现象。宗教的钟声与外来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，这是时代的旋律，也是文化的交响曲。在书中，藏地的寺庙和教堂并存，藏族人民在坚守自己传统信仰的同时，也在逐渐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。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，但正是这种碰撞和融合，塑造了独特的藏地文化景观。4. 忠诚与背叛的抉择。忠诚和背叛是书中人物面临的重大抉择。在权力、爱情、亲情等复杂的关系中，忠诚和背叛的界限变得模糊。从伦理学角度讲，忠诚是一种道德品质，它代表着对某种信念、关系或责任的坚守。然而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忠诚面临着各种诱惑和压力。背叛则是一种违背忠诚的行为，它可能源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，对权力的渴望，或是对某种威胁的恐惧。在书中，人物的忠诚与背叛往往与他们的身份、处境和价值观密切相关。理解书中的忠诚与背叛的抉择，能让我们对道德和人性有更深入的思考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，比如在工作中对公司的忠诚，在人际关系中对朋友的忠诚等。通过分析书中人物在忠诚与背叛之间的挣扎，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，同时也能理解他人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。例如，书中有些人物在面对强大的压力和诱惑时，选择了背叛，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悔恨。这提醒我们在做出抉择时，要充分考虑后果，权衡利弊。忠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，但也是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。在书中，有忠诚的仆人为了保护主人不惜牺牲自己，也有曾经忠诚的盟友在利益面前选择了背叛。大少爷的背叛行为是书中一个重要的情节转折点，他的背叛不仅改变了家族的命运，也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而二少爷的忠诚则体现在他对朋友、对百姓的关爱和维护上，他的忠诚为他赢得了尊重和信任。尘埃落定是一部充满魅力的作品，它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、精彩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藏地世界。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人性、权力、文化、情感等主题的深刻洞察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人类是如何在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环境中生存、挣扎和发展的。它教会我们珍惜当下，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，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在面对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。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，去阅读《尘埃落定》，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与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喜怒哀乐，一起思考人生的真谛。相信我，当你翻开这本书时，你将会被它深深吸引，就像被卷入一场奇妙的冒险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而尘埃落定就是旅途中最璀璨的风景。让我们踏上这片土地，去感受那尘埃落定的震撼。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示和力量，让我们的生活因为阅读而更加充实和美好。